来来来，椰糖叉烧不需烧烤，健康又美味，大家快快坐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椰糖叉烧大家别错过了，五花肉1公斤，喜欢肥或瘦一点，告诉猪肉商贩，让他按照您的要求处理，然后清洗干净后，再用纸巾抹干。料理盆倒入20克绍兴花雕酒，30克生抽，20克老抽，60克蚝油。今天这食谱舅舅改用克计算，就希望口味上大家可以更精准，将全部调味料一起拌匀。这椰糖叉烧食谱舅舅已经做了很多次了，口味真的很不错，不建议大家做任何调整。将备好五花肉放入调味料内，再用手抓匀。五花肉经这手抓环节后，会变得比较软嫩，就像处理肉末打水道里一样。手抓个约5分钟后，盆底没什么调味料了，调味料几乎全部都被肉吸收了，可以就这样裹上一张保鲜纸，放入冰箱冷藏腌制最少5小时。那如果您喜欢腌制上1个晚上，那就建议您改用个较小器皿，这样才不会占冰箱太多空间。腌1个晚上会比较入味是吗？那是肯定的，将盆底余留下的一点调味料都刮干净，这样才不会走味。好了，就这样放入冰箱冷藏1个晚上。这是冷藏了1个晚上的五花肉，再稍微拌一拌，让腌制了1晚上的肉块再次均匀裹上调味料。好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将肉块煎一煎，炉开文火，不粘锅倒点油，再将肉块放入，煎至两面微焦。炉全程保持文火，此阶段只要求肉块预热定型，所以表面只要一点微焦即可。至于肉块内部熟不熟都没关系，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环节需处理。在油煎过程中，尽量多将肉块移位推动，多翻几次面，这样肉块才会受热均匀，色泽才会均匀美观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起货了。用张厨房纸巾将不粘锅抹干净，再倒点油，将剩下的肉块以相同步骤油煎至全部完成。油煎好了，搁置一旁备用。椰糖200克，先击碎，再倒入电饭锅内，方便将椰糖煮化开。接着再加入300毫升左右清水。拌一拌，再将2大颗清理后的蒜头加入，这2颗蒜头共重100克。饭锅盖好，再按煮饭键，不过几分钟功夫，椰糖就融化了。这时候再将油煎后的肉块一一放入。用电饭锅做叉烧真的很省事，不需要特别关注火候，特别轻松。将盘底肉块冷却后排出的调味汁全部倒入，再倒适量清水，加入的清水只需没过肉块就好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继续用煮饭键煮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打开锅盖，将肉块逐一翻面。这时候锅里头的水分还是很多的。盖上锅盖，继续多煮15分钟。时间到，将肉块再次翻面，前后煮了30分钟，锅里水分明显变少了。这时候只需将锅盖虚盖就好。这阶段需要稍微关注锅里水分。煮了15分钟后，用只筷子戳一戳肉块，筷子可以戳穿，说明肉熟透了。全程用煮饭键煮约45分钟，趁热将煮熟的叉烧肉取出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啦！是的，超香的。完成后的叉烧待凉后再享用。这是取出叉烧后锅里余下的酱汁，有点粘稠，
属正常。用个干净器皿盛起，切点脆瓜摆盘。冷却后的叉烧切片，想吃多少就切多少。今天饭是叉烧自由了，哈哈，算是依着你了。来，大家来看看，完成后的叉烧是多么的软嫩。真的叫我垂涎三尺，真的太想吃了啦！好了，马上可以开吃了。哎呦喂，都说叉烧自由了，您就大方多切一点吧。放心吧，这肯定不是问题。叉烧自己做，经济实惠，你就尽量享用吧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谢主隆恩。享用前在成品上再淋点酱汁，更是锦上添花了。今天这椰糖叉烧做法简易，不用烧，不用烤，与烧腊店里头卖的口味上可以做比较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就试试看吧。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，相信嘟嘟。谢谢。剩下的酱汁放入冰箱冷藏，改天再用。剩余的叉烧可以冷冻起来，想吃的时候再热一热，或者做成其他料理也一样很美味。舅舅，嘟嘟最爱吃您做的叉烧包了，请给我做一点吧。那肯定不是问题，反正舅舅的叉烧包做法也很简易，就不知道你视频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吗？各位叔叔阿姨，舅舅的叉烧包超好吃的，请大家留言说喜欢，嘟嘟就有叉烧包吃了。谢谢大家，爱你们哟！来，嘟嘟又来了。是的，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南乳炸肉。南乳炸肉是客家人的传统菜肴，逢年过节餐桌上少不了。因为前几天去客家朋友家做客，有幸尝到这道美味菜肴，做法简单，食材也不复杂，跟朋友的老妈妈要了食谱，回到家就迫不及待要与大家分享。真的很好吃。是的，还很容易做呢。花肉1公斤，去皮后切成大块状。今天会做的比较多，主要是腌制后可以冷冻起来，什么时候想吃解冻就可以，很方便。对，可以这样处理最好。是的，大家都很喜欢。好了，接着切成块状。另外有个直接切成片状的做法也可以，只是舅舅觉得成品会比较硬，失去了猪肉里头鲜嫩味。没关系，大家可以尝试不同做法再做取舍，只要依据舅舅的配方调味都可以。好了，将切好的肉块放入个较大料理盆中，蒜瓣30克，生姜15克，捣成泥状。好了，捣成这状态就可以了。料理盆内盖上一片纱布，然后将捣成泥的姜蒜末实处理勺出，抓起纱布边缘，再用力将姜蒜汁挤出。加了这姜蒜汁，除了可以去掉肉腥味，还可添加香味。好了，开始来调味：10克白糖，1小匙胡椒粉，2小匙五香粉，1大匙蚝油，50克南乳，大约4至5块。再倒入1大匙南乳汁，再将南乳与南乳汁一起和匀，这样处理比较容易与肉块一起拌匀。好了，全部倒入肉块内，接着再倒入2大匙，约30毫升料酒，绍兴、花雕酒或一般饮用麝酒都可以。接着再用手抓匀，抓个10分钟左右。这做法就像将肉末打水的道理一样，这肉抓了抓后会比较软嫩入味。抓了约10分钟后，所有液体调味都被肉吸收了，盆底基本上是干干的。这时候再将2大匙玉米淀粉倒入，再次抓匀。好了，将肉块装入个干净器皿或塑料袋，放入冰箱冷藏腌制4至5小时，或隔1天也可以。那如果您是预先备好，节日再用，
可以这样直接冷冻起来了，想用的时候再取出解冻。玉米淀粉30克，15克粘米粉。总言之，玉米淀粉与粘米粉的比率为2:1就对了。拌匀备用。这是冰箱冷藏了1个晚上的肉块，先用手抓一抓。冰箱放了1晚上的肉块，难免流失部分水分，感觉会更干。没关系，只要再加入一点点室温水，用手抓一抓匀就可以了。接着将肉块裹上预先备好的干粉，因为肉块不太湿，干粉自然沾上，不会太厚，大家可以放心。这肉块今天我们只用一半，剩下的另一半直接冷冻起来。想吃再弄。好了，上了干粉的肉块静置一会，让它回潮。热一锅油，油热约5成左右，约140至150摄氏度左右，炉调至中低火，再放入回潮后的肉块油炸。整个完整油炸过程约10分钟左右，煎中必须不停将肉块翻面，这样肉块才会油炸的均匀上色，才会好看。一直油炸至金黄色后即可离火，沥干油分备用。接着再将剩下的肉块继续油炸至全部完成。这是油炸后的成品，切片后即可享用了。哇塞，真的又香又脆的。是的，这完成后的南乳炸肉，趁热享用最美味了。这也太香太美味了啦！这是南乳的特殊香气，真的令人难以抗拒。上粉后再油炸，表层特别酥脆，里头又软又嫩，好吃呀！对，因为香气浓郁，味道足，不需任何蘸酱就足够美味了。真的，请大家将此视频分享给您的朋友们吧，这食谱真的值得大家分享与收藏。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是的，请订阅我们，谢谢大家。